这个站街女不一般，别的女人都是生活所迫去做这种职业，毕竟没人真心会去做这种见不得人的工作，但她却乐在其中，十分享受。她叫玛丽，是一个靠身体赚钱的女人。每晚，玛丽都会身穿暴露的服装，坐在熟悉的位置。在国外，你露的越多，就代表你能接受的玩法就越多。相比其他同行而言，玛丽并不嫌弃自己的职业，相反，她真心喜欢并热爱这份工作。男人们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使她充满了自豪感。用玛丽自己的话来说，她出卖的是爱，是温暖，是幸福。在她看来，能让他人从自己身上感受到快乐，就是她最大的幸福。她还会把这种快乐介绍给其他的女人，让她们也脱离被动的地位。而她也比其他的女人更有职业道德，她不会挑剔客人，也不会介意客人的外貌、身份和年纪。对于玛丽来说，每个客人都必须精心维护，因为他们极有可能是自己命中注定的男人。所以遇到让她满足的客人，她不收1分钱不说，还会倒贴给对方钱。尽管如此，她还是期待一份传统的爱情，期待一个强壮的男人围绕在自己身边，每天都会感受爱的存在。然而感情这方面，她却像个白痴，她满足了所有男人，却换不来一个专属的爱。就这样，一个极度缺爱的女人，终于还是毁在了男人身上。某天回家的玛丽随手扔掉了客人送的花束，意外看到过道的垃圾堆旁边睡着一个男人。玛丽可怜面前这个男人，连忙上前询问。可当她看到男人的眼眸时，玛丽忍不住沦陷了。她邀请男人去她家做客，男人名叫弗朗，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但玛丽并不介意，她给弗朗做了可口的饭菜，给他肉和面包。从不留人过夜的她，破天荒地将弗朗留在了家里过夜。那一晚，两人完成了生命的大和谐。一夜春风过后，玛丽有点凌乱了，她觉得自己爱上了这个流浪汉。玛丽虽然接触过形形色色的男人，这些人要么胆小如鼠，要么胆大妄为，她就是没有接触过拾荒者，一个两眼空洞，对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的男人。她在这个邋遢的男人身上发现了那些猥亵的客人所没有的阳刚和粗野。玛丽对这个男人已经无可自拔，她几乎是将自己的所有奉献给了这个男人。每天早上，他会帮弗朗洗澡、擦背、买早餐。弗朗也适当的给予玛丽以轻暴力刺激。玛丽在暴力中获得了最大的快乐和无上的幸福。但对方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在一起之后，他们要如何长久生活下去呢？玛丽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她让弗朗帮她拉皮条，以让这份生活更持久。她想用所赚来的钱来收买弗朗的心。我的天啊，这是什么畸形的爱情？让男友帮自己介绍生意，真是够奇葩的，是个正常的男人都做不到吧？重点是，弗朗不是正常的男人，他做到了，只能说明他根本不爱玛丽。这个吊儿郎当的男人一下子从乞丐身份当上了花花太岁，让他对新生活充满了感恩和向往。每天盯着一个干净的男人模样在街上晃悠，玛丽一边为这个家赚钱，一边幻想让他们以后会过上好日子。谁能想到，这位男友的天赋也在灯红酒绿中被逐渐发掘出来。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果不其然，弗朗开始在街上勾三搭四，他渣男的本性逐渐显露。很快他就在外面勾搭上了一个修指甲的女人，看似一个纯情含蓄的女人，背后却隐藏着一颗渴望开放生活的心。她叫桑琳，在洗脚店工作。弗朗第一次和她见面就把她带到了酒店。这个渣男用着玛丽的钱去包养其他女人，对此玛丽毫不知情。她依旧每天做着皮肉生意，将自己赚来的钱交给弗朗。这个男人真是渣得彻底，女朋友靠卖身赚钱来养他，他转头就把钱送给了其他女人。不仅如此，他还背着女朋友到处沾花惹草，没有一丝丝的内疚。我穷我有理，你收留我爱我那是你的事情。而他女友一直不知情，直到警察局通知他去一趟，玛丽一去才发现自己心心念念的男友竟然被铐在了椅子上。弗朗之前曾经帮女友玛丽拉皮条，不过他拉皮条赚的钱全都养了新欢。不仅如此，他还蛊惑新欢桑琳也去做站街女。警察来了一波钓鱼执法，然后就将弗朗给端了。现在他的罪名是逼良为娼。一开始桑琳根本不愿意做站街女，但是他爱弗朗，如果他不去就是不爱弗朗。为了让桑琳妥协，弗朗使尽了一切手段，给他买了汽车，各种诱惑和威逼。他甚至还故意冷落桑琳，将她扔在大街上，随后扬长而去。桑琳已经离不开弗朗了，他在后面拼命的追赶，最终为了这个男人，他妥协了。只是令弗朗万万没有想到，桑琳的第一次接客就是警察局里的卧底。在警察的逼问下，弗朗被供了出来。听完这一切的玛丽不敢相信男友会做出这些事，她一心为弗朗付出这么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更重要的是，弗朗和桑琳的感情已经过去了整整6个月。在这6个月期间，玛丽都毫不知情。玛丽伤心欲绝地走出警察局，身后的桑琳也走了出来。2个女人在楼梯上对视，玛丽内心五味杂陈。
他不怪面前的这个女人，因为他知道桑林也是被逼的。两个失忆的女人去酒吧买醉，他们试图用酒精来麻痹内心的情感。玛丽一根根地抽着烟，她跟桑林哭诉着一切。本来她还想着请律师为弗朗辩护，但说着说着，玛丽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这个渣男不值得。这个站街女想要从良，以前她渴望一个能照顾她的男人，在经历了一次渣男以后，她不再相信爱情，只想尽快嫁人、结婚生娃。玛丽在人群中相中了一个男人，出乎意外的是，男人答应了，两人火速结了婚。几年后，男人和玛丽生育了一对子女。玛丽为了家熬成了老妈子，可她的丈夫却没什么本事，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糊口的工作。家里停电好几天，他们一家人穷到只能靠点蜡烛照明。眼看孩子都快吃不上饭了，丈夫还因为控制不住火爆脾气，和救济中心的人吵架。已经风韵不再的玛丽动了重操旧业的念头。男人在看到玛丽的行头后，没有丝毫意外，他准许玛丽的举动，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养家糊口。玛丽像以前一样，在寒风中站在街上，等待男人的垂涎。路上的人行色匆匆，没有一个人正眼看过她。玛丽不得不主动和男人们搭讪，询问对方需不需要服务。此时的玛丽已经年老色衰，她还妄想着能卖出年轻时的价格，但这注定是行不通的。一个客人觉得玛丽的出价太离谱，开始斥责玛丽。玛丽妥协了，但客人还是不依不饶。此时桑林出现了，他替玛丽赶跑了客人。桑林已经身怀6甲，玛丽不忍心看着他到处奔波，便将他带回了家。刚一回家，玛丽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是弗朗。几天之前，渣男弗朗被监狱释放，他所期待的玛丽并没有来迎接他，这让弗朗倍感失望。他开始怀念玛丽对他的好，并后悔之前对玛丽的所作所为。渣男总是在伤害之后才知道后悔，于是弗朗找到了玛丽的家里。玛丽和桑林同时认出了弗朗。桑林假装自己羊水破了，他让自己男人陪自己去医院。房间内只剩下了玛丽和弗朗独处，两人相对而坐。弗朗望着那熟悉的脸庞，沉默了很久，最后他才说出了一句对不起。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影片在这里戛然而止。这是一个可悲的故事。玛丽对这个世界抱以极大的热爱，却始终得不到回报。她想要的只不过是段纯洁的爱情，而弗朗这个流浪汉想要的只不过是碗热汤和面包。两人的相遇本就是一种错误，如果玛丽没有救助弗朗，那么他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正如影片《浪得过火》一样，确实浪得有些过火，以至于引火伤身，他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